一個接受公益幫助的男孩，因為帶着電話手錶，全網開始審查他到底夠不夠窮。另一邊，一則貧困生連續37天喝9塊9瑞幸，最後被同學舉報取消資格的故事，也引來網絡無數人圍觀。一天9塊9，37天300多元，我一個上班的人都捨不得。納稅人的錢不是讓你喝咖啡的。問題是，直到現在，這個瑞幸故事仍然沒有學校名稱，沒有當事人，沒有舉報記錄，也沒有正式處理文件。我們甚至無法確認它真的發生過。可這並不妨礙人們迅速站隊。有人支持舉報，有人要求取消補助，還有人開始討論，窮人到底能不能喝咖啡？為什麼我們如此執着於審查窮人怎麼花錢？先看一點點。2026年2月，奶茶品牌一點點發布公益宣傳，介紹其幫助一名困境兒童改善居住和學習環境。男孩和父親住在農村自建房的一間小房間裡，品牌給他改造房間，添置書桌，也送了一些讀物。網友很快從照片裡找出了問題：男孩戴着電話手錶，書桌上放着漫畫，房間有吊頂，他的身體看起來也不像長期挨餓。這些細節被拼在一起，很快變成一個結論：這個家庭根本沒有那麼窮，一點點把公益資源給錯了人。爭議發酵以後，一點點公開回應稱，孩子屬於經過政府部門和公益機構實地核實的困境家庭。電話手錶由外婆、姑姑和舅舅湊錢購買，主要用於孩子獨自出行時與家人聯繫。漫畫則是志願者知道他的心願以後，個人購買的禮物。一點點還表示，夢想起航點本來就是不限性別的困境兒童項目，女童安心包才是女童專項，兩個項目不能混為一談，其公益工作不存在問題。消費者當然可以繼續追問，項目標準是什麼？受助對象如何篩選？品牌為什麼最初沒有把資金來源和項目邊界解釋清楚？一點點用公益建立企業形象，也從消費者對這些價值的認同中獲益，就應該承擔相應的透明度責任。但這些問題應該由品牌回答，他們不能由一個男孩的手錶、身材和漫畫書代替。更何況，困境家庭擁有一件稍貴的物品，本來就不是什麼無法解釋的矛盾。貧困描述的是一個家庭長期支配資源和抵禦風險的能力，不代表這個家庭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一件好東西。可網絡驗貧不需要這些信息，它只需要找到一個與貧困想象不協調的物品。孩子長得壯實一點，甚至也會被當成生活條件不錯的證據。公益對象一旦出現在鏡頭裡，就不只要接受機構審核，他還要接受全網對身體、房間、家庭關係和每一件物品的道德審計。這場憤怒當然還有明確的性別背景。一點點過去幫助過女童，也做過流浪動物公益。一些女性消費者看到資源再次流向男孩，自然會聯想到現實中長期存在的重男輕女。所以，為什麼又是男孩，並不是憑空產生的情緒？公益資源在不同性別之間如何分配？項目有沒有主動識別那些在家庭內部被忽略的女孩？品牌是否把女性友好當成營銷，實際投入卻沒有相應傾斜？結構批評很快變成了對男孩的羞辱。壯實長標小 bro 男寶，一個未成年人被改寫成了占用女性資源的男性既得利益者。可這孩子沒有制定項目規則，也沒有決定錢應該給男孩還是女孩。他不能代表父權制，他更不應該替整個重男輕女的社會償還債務。我們可以要求一點點解釋公益項目，不能要求一個小男孩通過更瘦、更可憐，證明自己配得到一張書桌。到了連續37天瑞幸，同一套審查又落到了一名想象中的女大學生身上。這個故事至今缺少可以核驗的來源，卻精準擊中了很多人的情緒。因為咖啡本身不足以解釋這場爭吵，那句反覆出現的話才是情緒的出口。我一個上班的人都捨不得，他憑什麼？2025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是36231元，城鎮居民中位數是51115元。但它仍然說明，多數家庭可以自由支配的錢並不寬裕，更別說養老。可每天10元，一年就是3000多元。他要和房租、藥費、交通、
失業儲備以及父母養老使用同一份收入。當一個上班族已經從星巴克降到瑞幸，又從瑞幸降到速溶咖啡，他看到受助者每天買飲料，感受到的就不再只是他喝了一杯咖啡，他想到的是，我靠勞動都必須放棄的生活，為什麼你可以用補助獲得？經濟下行不會自動讓人更關心弱者，它也可能縮小人們能夠接受的同情範圍。當普通人的生活不斷下沉，受助者就不再只是需要幫助的人，也會被看成和自己爭奪有限資源的競爭者。這種憤怒有真實的物質基礎。2024年，如果把稅收和強制社保繳費都算進去，中國政府收上來的錢大約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 19.5%。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墨西哥、智利等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是 34.1%。也就是說，單看稅收總量，中國其實沒有經合組織國家高。問題在於，這些錢是怎麼收上來的？中國與商品和服務有關的稅收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7.2%， 強制社會保險繳費約佔 6.5%。這兩項加起來佔中國全部稅收收入的 70.5%， 經合組織國家平均大約是 56.7%。換句話說，中國並不是總體收稅特別多，而是更加依賴兩種錢，一種是普通人買東西消費時繳的稅，另一種是每個月從工資裡強制扣掉的社保。相比之下，中國從個人收入和企業利潤中徵收的稅，佔整個稅收體系的比例反而更低。真正值得討論的是，普通人承擔了什麼樣的稅費，又從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中得到了多少回報。世界銀行在2026年7月的中國經濟簡報中也再次提出，擴大社會保障覆蓋，提高待遇，並覆蓋更多非正規就業者，有助於減少家庭因擔憂未來而進行的預防性儲蓄。一份收入不能只負責今天的生活，它還要同時充當個人失業保險、醫療基金和養老儲備。一杯咖啡之所以會被看得那麼重，不只是因為咖啡貴，還因為收入太有限，未來又太不確定。同樣的不安全感也存在於依靠基本養老保障生活的人身上。2024年，全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月人均待遇大約只有246元，這筆錢更接近最低生活補充，很難獨立承擔一個人的養老。一邊是普通勞動者自己交了稅費，繳了社保，卻仍然不敢消費；另一邊是受助者必須證明自己拿到的每一分錢都只用於最基本的生存。雙方都在擔心資源不夠，但最後被審查的最仔細的，往往是更弱的那一方。審核需要材料、標準和調查能力。網民看圖鑑貧，只需要一種生活想象。真正的窮人就應該什麼都沒有。貧困在這裡從經濟狀態變成了一種必須長期表演的道德身份。買米買肉可以解釋為維持生命，買咖啡卻會被解釋成小資享受。10元錢的金額沒有變化，旁觀者對消費意義的判斷變了。社會似乎允許窮人活下去，卻對窮人是否有權獲得快樂、便利、審美和體面保持高度警惕。知乎上有人問，什麼時候感覺中國很強大了？一個回答說，通報出來的貪官污吏數額都以億為單位了。網傳的一張億元貪官排名表裡，2017年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因受賄1.16億餘元，濫用職權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判處無期徒刑。2018年，山西呂梁原副市長張中生因受賄10.4億餘元，一審被判處死刑。2022年，呼和浩特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原書記李建平一審被認定貪污14.37億餘元，受賄5.77億餘元，挪用公款10.55億餘元，3項合計30.69億餘元。從1億元到10億元，再到30億元，貪官以億計，窮人卻要為一杯9塊9的咖啡接受全民查賬。面對巨額公共資源如何流動，普通人能夠獲得的信息和實際介入能力非常有限。面對一個受助者喝了什麼、帶了什麼、房間裡擺了什麼，卻可以截圖、放大、比價、舉報，再要求取消資格。越難監督的人，越不需要向公眾表演節儉；越沒有權利的人，越要公開自己的房間、身體、家庭和消費記錄。對不平等的憤怒沒有消失，它只是被轉移到了更容易攻擊的人身上。
審查一個貧困生的咖啡，比追問公共資源如何分配容易；羞辱一個受助兒童的身體，比要求公益機構公開完整標準容易。一個社會怎樣對待窮人的消費，表面上是在判斷窮人是否自律，它更能反映誰必須為使用資源不斷自證清白。但監督應該繼續向上走，去問項目標準、審核程序、資金來源、分配比例和複核機制，而不是停在一個孩子的手錶或者一個學生的咖啡杯上。窮人配不配喝瑞幸，根本不該成為追問的對象。我們更該問，為什麼公共資源分配缺少足夠可信的解釋？還要問，為什麼普通勞動者的生活已經降級到需要極度受助者的一杯咖啡？更要問，為什麼面對巨大的資源流向，人們很難成為監督者，面對底層的一點點體面，卻人人都可以充當審計員？